湖南道县一神秘小山岭，惊现万尊人形石像，造型各异，制作年代延续了数千年。那么，这些数量众多的石像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又为什么会被放置在这里？湖南省道县田广洞村附近，有一个密布树林的小山岭，漫山遍野地散落着形态各异、装束不同的石人。这些石雕人像，有的五官身形清晰可辨，有的却已经十分模糊，只能依稀看到轮廓。有的完好无缺，有的缺头断臂，有的是普通的百姓，有的是跃马仗剑、威风凛凛的武官，有的是手持朝户、神色庄严的文官，有的近1米高，有的却只有10几厘米。但是，无论高矮胖瘦，无论大小长短，均是整块岩石雕琢而成，而且形态各异，姿态万千，栩栩如生。这些石人在鬼仔岭的地面、地下、水塘里都有存在，而且据估算，数量大概有2万甚至更多。那么，数量如此众多的石像究竟是如何来的呢？它们被放置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众多的疑问引起了各方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刘卫东，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是专门从事古代石刻研究工作的专家。为了弄清楚石像的来历，特地从北京来到了鬼仔岭。当听说有这个石雕像这么多的时候啊，根本就不敢相信。因为什么呀？因为我查阅了一下古代的这个石雕艺术史，或回忆了一下我所知道的这些这个艺术史上的所发生的各个事件啊，还有这个所存留的这些文物，所见到的这些石刻，那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啊！是不是有人在编一个美丽的传说，再让我去看呢？面对着鬼仔岭上数量如此众多、造型各异的石像，刘卫东的心里也是充满了巨大的震撼，而同时也给他带来了众多的疑问。带着疑问，刘卫东对这些石像的风蚀情况、造型、雕刻手法进行了一番详细的勘察后，他发现这批石像并非同一时代的产物。那么我通过发现这些石人这个雕像啊，从他的刀工刻法，从他的造型，从他的这个表皮的这个次生物的变化，就是上面的有一些物理和化学的变化，石质表皮，它的这些东西，这些变化，这些参照物来讲呢，我认为呢，它可以分这么三个期限，然后当然还有文献的作用。比如说第一期，我认为就是4000年左右，然后其中呢还有一部分呢，我认为是2000年。为什么？因为它的刀工刻法和造型艺术非常接近汉代的这个石人和其他的画像石中的表现的手法和雕凿的手法。那么还有一部分，我认为呢是唐、宋、元这一段时期。通过现场研究，刘卫东认为，石像中像这种由于风蚀严重，轮廓已经非常模糊，而且造型相对比较接近的，属于最早一批的，大概距今有4000年，而且这批石像全都是百姓造型。对于这些五官清晰、凿痕还很明显的石像，而且在造型上与第一期有少许变化的，是属于秦汉时期。这一时期的石像已经出现了文官和武官的造型，
看这两件东西，不光有判甲丝绦哈，有领子，有这种方领，还有护心镜、手指头，甚至手指头的这个动作，卷成一卷的动作都有。然后还有虎头，待会儿你可以拍一拍这两个，这是虎头，这都是军容制度啊，都很完整的、很完备的时候，有那种铠甲制度，就士兵啊或者将领穿的那种铠甲，有战袍，你看等于是外边披着战袍。据刘伟东分析，这种雕刻有鱼鳞式铠甲的武士是属于唐宋以后的产物，大概距今1000年。那个时候，在铠甲上才出现严格的军容等级制度。